我的夫君是个懦弱无权的帝王，他想废后，却屡次被拦；他想立我们的儿子为太子，却被朝臣以死相逼；他想等皇后薨逝，让我从皇贵妃递补为皇后，让一切顺理成章。可皇后比他能活，缠绵病榻多年，依旧撑着。他崩逝后，我被关在冷宫20年。皇后告诉我，我活1日，便让我的儿子活1日。我浑身病痛，却只能咬牙强撑。我断气那日，内监特意来告诉我，我的儿子也被一杯毒酒送上了路。明明身体已没了知觉，泪依旧从眼角滑下。我想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才落到如此田地？我死后，先帝并没有依照先帝遗命，将我与他合葬。先帝说，能与先帝合葬的只能是他母后。我身为冷宫弃妃，能葬入妃陵，已是格外开恩。正史记载，我迷惑君王，野史称我是祸国妖妃。可我这一生劝诫君王，善待妃嫔，从未曾害过一个人。与夫君情好时，我们曾相约来世，可真到来世，我避开太子的目光，费尽心思想该如何才能落选，却听太子道：“母后，儿臣要选宋玉珍为太子妃。”众人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，我就是宋大姑娘宋玉珍。皇后愣了一瞬，神色不悦：“鱼儿，选妃是大事，不得胡闹。”母后，儿臣没有胡闹。赵瑜声音阴哑，带着哽咽，躬身跪下。只这一句，我便知道他也回来了。上一世，赵瑜很听话，他顺从皇后安排，选了表妹郑月如为太子妃，我与楚家小姐为侧妃。郑月如骄纵，她是本朝最贵重的贵女，姑姑是皇后，皇后只生了一子，没有女儿，便视她如亲女。而赵瑜，他生来便被立为太子，两个身份贵重的人在一起，互不相让。赵瑜动过3次换皇后的心思，一次是先帝崩逝，他登基为帝，他并不想册封郑月如为皇后，觉得她刁蛮骄横，担不起国母之位。彼时皇后已被册封为太后，他强行压下，让赵瑜想想他的舅舅，有郑家扶持，他的皇位才如此稳固。卸磨杀驴，无情无义，这天下谁敢当信你？皇后只能出自郑家。第2次是我有孕，他说要立我为后，让我们的儿子做太子，生来荣宠，不必屈居人下。可太后端来一碗断丝汤，废后可以，但下一任皇帝只能出自郑家女儿的肚子。宋玉珍若想为后，便终生绝嗣。赵瑜哭坐了整整1夜，我跪在他背后，脑袋靠在他后背上，眼泪浸湿他的衣衫。怨恨吗？不敢怨恨。我彼时已看清，赵瑜虽是帝王，但并无真的权柄，他只是一个拿着玉玺的摆设。前朝有朝臣压制，后宫有太后坐镇，他和我一样，只是一个在缝隙里活命的苦命人罢了。彼时赵瑜只是厌恶郑月如，并不恨她，真开始恨郑月如。是郑月如借着生辰给他用了药，将他锁在床榻上3天3夜。等赵瑜醒来，提着剑满宫追着要杀郑月如。郑月如赤着脚，好散了头发，一路一路奔逃到的太后宫中求救。他跪倒在太后脚边，哭诉自己只是想要一个孩儿。太后尚不明真相，只顾偏护郑月如。那一次，赵瑜被彻底寒了心。他提着剑，眼眶赤红，唇瓣咬出血，凄然问道：“母后，您定要偏护他，哪怕他给儿臣下药？”太后愣怔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郑月如。可事到如今，他也没了办法，他不能让郑月如血溅宫廷，只能想办法平息赵瑜的怒火。那一日，赵瑜彻底失控，他持剑乱砍，砍烂了雕龙画凤的廊柱，砍得假山金星乱冒，砍得自己虎口流血，却始终没能砍到自己想砍的人。他走时，在太后宫门处狠狠斩下一道白翼：“你我之间，母子情分到此为止。”他再没去过太后宫中，哪怕太后生辰、节日宴饮，他与太后再无亲近。直到太后薨逝，太后在帐内，他在帐外，太后声声哀声呼唤，他始终没有掀开帘子看一眼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忽地从梦中惊醒，抱着我哭。我恨他，故意假装没听到他叫我。玉珍，我的心还好疼。我想太后大约是悔过了的，她后来厌弃了郑月如，反而对我很好。她送我珠翠首饰，绸缎衣料，希望我能劝一劝赵瑜。母后，儿臣若真的替您说话，那就再也没有人向着陛下了。太后哭声像一只困在笼中的兽，她悔过了，只是她与赵瑜之间隔阂已深，再多眼泪也无法弥补。赵瑜伤了身子，后来常常生病，他的偏心导致我生了长子，但郑月如生了嫡子，嫡出为贵。那些大臣不断上奏，要立郑月如的嫡子为太子，其中包括老师。老师是赵瑜当作父亲一般的人，他来信老师，老师教导他做一位仁德之君，要修身养德，做天下人的表率。老师觉得郑月如并无大错，他是为了生下嫡子才犯此错，反倒是赵瑜独宠妃嫔，乱了根基。赵瑜觉得压抑，他与老师越走越远，他憎恶郑月如的孩子。为了我们的孩儿，他第3次提了废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郑月如病，她病得很重，连气都喘不顺，觉得自己时日无多。她向赵瑜悔过，说自己不该如此。那些大臣同情他，劝告赵瑜宽容。有朝臣甚至上奏弹劾我，独宠后宫，扰乱朝政。第3次废后不了之。人这一生，如果不断失败，大概就不会再有翻身的可能。再后来，赵瑜一直输，他没能封我为后，
没能立我们的孩子为太子。他最后的遗愿，将来与我合葬，也没能实现。他输了一生，我也是。原以为人善便有善果，原以为修德便能换来人心。可我在冷宫20年，看到老师因贪墨受贿被抄没财产，株连族人，我便知道他们都是说谎的人，都在演忠义清廉。只有我和赵宇2个傻子当了真，一个想当个明君，一个想当个贤妃。结果他抑郁而亡，我苟延残喘。临死之前，我只是思念我的儿。自他10岁那年，我与他分离，竟再没能见上一面。我不知他长成了什么模样，是否真的安稳成人，还是只是一个别人哄骗我的谎言。再活一世，我想他还是不要再托生在我肚子里了。做娘的苦，怀的孩儿大概也是个苦命孩子，还是不要来了。选妃宴草草散场，走出宫门时，听到殿内传来皇后压低的训斥，中间夹杂着赵瑜简短却坚决的反驳。我想他终于变得敢反抗命运了。上一世他被孝道困住，我被贤明困住，我们都没有越界，可都过得不好。在皇宫的整整20年，我无数次怨怼，无数次懊悔。当初他为什么不敢和太后争呢？又为什么不给郑月如下药呢？为什么不直接弄死2皇子呢？他们死了，对我来说不是一切都好。我一像刀子划过我的皮肉，心在流血，却看不见伤口。我想若真有来世，我一定要杀了郑月如，一定要杀了他的孩子，一定要看着郑家覆灭，如此才能稍稍消我心头恨火。我真等到了来世，这一次我不想在深宫里描眉弄妆，我只想亲手讨债。走出宫门时，一个太监急忙追上前来，他交给我一个锦盒，躬声说道：太子殿下让奴才转交姑娘，太子殿下说愿聘姑娘为妻，此生绝不负你。他是赵瑜的贴身太监，腹内监。赵瑜死后，他也被郑月如赐死。他是很好的人，他的徒弟记着他的嘱托，曾在皇宫偷偷照顾过我。我知道那锦盒里放着的是象征太子妃身份玉佩，上一世这是属于郑月如的。赵瑜后来给了我皇贵妃的册宝金印，给了我隆重的仪典，让我掌管6宫。他惋惜未能将玉佩交给我，曾经我也觉得惋惜，可现在没有报仇钱，男女情分于我如空气对鱼。皇后娘娘会同意吗？殿下会独自周全。赵瑜变了，我沉默片刻，轻声道：公公转告殿下，送给过别人的东西，在我这里已不贵重了，望殿下保重。赵瑜会明白的，他会知道重生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我。大仇未报之前，我与他绝无以后。我对他亦是有怨的，我怨他不够坚定，怨他懦弱，怨他走得太早。可我又疼惜他，疼惜他身为君王却被朝臣牵制，能做的只是乖乖听命，在已拟好的折子上盖上玉玺。他一生只出过3次京，每次走到半路就被朝臣的折子摧回来，不是这里出了水灾，就是那里出了匪乱。等他回宫，又天下太平。他终于明白，是那些大臣不想他出去，只想让他待在宫里。皇宫是个牢笼，圈住了他和我。若换作是我，我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。可我还是怨他。皇宫长夜无尽，我数过天上的星子，数过房梁上的木纹，也数过一滴眼泪从溢出眼眶到落下需要多久。爱与恨缠在一起，折磨人心。怨气如水下的鬼手，抓住我的脚将我溺毙。我死都怀着执念，这一生不成圣便成母。回府途中，郑家的马车强横拦住了我，2个嬷嬷拦在马车前，神情倨傲地说：郑月如邀请我见面一叙。郑月如是个狠毒的人，她与赵瑜不睦，但也不喜赵瑜宠爱别人。她打过妃嫔，殴打过略有姿色的宫女，是太后训斥了她，她才有所收手。上一世她想罚我，被我几次避开去。我不愿与她正面冲突，太后护她，赵瑜护我，我俩闹起来只会让太后与赵瑜母子不睦。有一次，郑月如还是堵住了我，她步步靠近，尖长的指甲几乎要划到我的脸上。彼时我还不是皇贵妃，只是妃嫔。郑月如挑起我的下巴，姿色不过尔尔，怎就勾得陛下离不了你？从哪里学的勾栏手段，竟敢搬蛋到皇宫里来？她重重扇了我一巴掌，我的耳朵被撕裂，渗出血，半边脸都是麻的，脸着肿了好几日。赵瑜去找郑月如，2人狠狠吵了一架。郑月如怒喝：我是皇后，这满宫妃嫔，我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你看不惯，有本事叫她当皇后啊！赵瑜气得浑身发抖，简直不可理喻！老祖宗规矩，就算是宫女都不能打脸，更何况是妃嫔？你还有没有王法？这大概就是好孩子的可叹。我和赵瑜学着规矩，守着德行，到头来别人不守，我们竟拿他无可奈何。我彼时还是天真的查了448局的账，查出来郑月如数10条罪状，上报太后。太后看了，眉头轻皱，眸中含了不耐。她合上册子，淡淡道：陛下以为你与皇后吵了一架，你还想怎样？非要他们夫妻离心，你才肯罢休吗？哀家不妨告诉你，这皇后之位只能是郑家的，不要再挑拨是非，到头来只会惹人厌烦。从太后宫中出来，我很是茫然。赵瑜来接我，我们手牵手走在长长的公道上，满目雕梁彩栋，心底一片荒凉。他垂着头，像一只失魂落魄的狗。他说：真正是我对不住你，是我没用。
我轻轻抱着他，觉得他好疼惜，连他的亲娘都不向着他。直到不久后，宫中发生瘟疫，太后才惊觉郑月如真的将后宫管得很糟糕，这才斥责了郑月如，重视起我写的那个册子。后来我成了皇贵妃，协助料理六宫。再后来，郑月如给赵瑜下药，被彻底厌弃。我开始掌理六宫，郑月如天天在宫中骂我，及至多年后不得不装病逃避废后。可一旦得势，他就折磨了我整整20年。他从来都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，在折磨人上擅长。我看着眼前的2个嬷嬷，让车夫直接驾马车离开。郑姑娘还不是太子妃，若想见我，请递帖子登门，在街上拦人，半分规矩也无。我的声音很大，够了传到郑月如耳中。郑月如勃然大怒，从马车中探出头来。宋玉珍，你骂谁？我没有理他，命令车夫加快车速去自家珍宝铺。等到珍宝阁，我去后院迅速取了夹竹桃的叶子，小心收入袖中，又拿出铺中最贵的一尊玉雕，戴着皮手套，将夹竹桃的毒汁细细抹了上去。做这件事时，我心里出奇平静。郑月如果然追到了这里，她抬手便打落我手中玉雕，怒道：“你方才骂谁？”玉雕落地，碎得碎成数块，而我伸手一推，郑月如就摔倒在地。郑月如摔在碎玉中，锋利的碎片划破她的手掌，她难以置信。她在京城里横行多年，这么多年从未受过挫折。宋玉珍，你疯了！郑月如又惊又怒，她的手掌渗出血，众人将她扶起。我看着那殷红的血，只是在想，毒可进去了。我一睁眼就重生在选妃宴上，脑子茫然了一瞬，就开始应对接下来的选妃，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布置。若是重生的早一些，我能做得更好。如今只能赌一把。郑月如要来打我，可我店里有伙计，他疯了一般，将我家店一通打砸。我的伙计将我护住，他的仆从将他围住，两拨人僵住，周围人围得水泄不通，好奇的目光议论声此起彼伏。郑家的一个嬷嬷看情形不妙，转身就想走，我抬抬手，便有人将他们拦下。郑月如大概也反应过来，今日我是故意激怒他，要让他丢脸。他压低声音威胁道：“宋玉珍，你疯了吗？你不想选妃了？今日太子哥哥可是差点将太子妃的玉佩给了你，你得罪了我，我能让你这辈子都当不成太子妃。”来人，照着说，声音大的付银1两，不论是谁。但1两银子实在动人，那是很多户人家半年的嚼用。刚开始是我的随从照着说，后来是很多人，众人齐声重复：“宋玉珍，你疯了吗？你不想选妃了？今日太子哥哥可是差点将太子妃的玉佩给了你。”声音像潮水，快要将郑月如淹没。她面色煞白，眸中终于有了惧色。住嘴！你们这些人，统统给我住嘴！没人听她的，声音反而更大。这是沉默又汹涌的反抗命运。民心能托起高位，也能推翻高位。后来是京兆府的人将郑月如带走了出来。我拿着册子和官府的人清点郑月如到底砸了多少东西，3万两，一笔不小的数额。其中那尊玉雕价值1万两，在上一世是我送给太后的寿礼，这一世也到了郑家人手中。这玉雕和郑家人真有缘分。我命人抬了残渣送往郑将军府，一路上声势浩大，众人围观，满城瞩目。郑将军府极不情愿地赔了银子。宋姑娘，您如此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难道不想当太子妃了吗？我当不当太子妃不在意，但我要让郑月如当不了太子妃。他不够格坐在后位上。他品行败坏，小人做派，管家愣住，众人怔住，这是要同归于尽的架势。我目光穿过人群，从缝隙中看见躲在门里的郑月如。他疯了，他是个彻彻底底的疯子！他忽的身子一软倒下去，丫鬟惊叫，管事急忙命人去请太医。我得到了结果，心中安定，不止回家接受爹娘的追问，他们一定担心的不行。回到家中，爹娘果然忧心，他们不明白一向温顺谦恭的女儿怎会做出这等骇人听闻之事。可我看着他们，只想落泪。他们眼中我只是进宫一趟，在我眼中，我们已隔了整整20年。上一世，爹娘得知我被打入皇宫，曾跪到宫门前求见已做了太后的郑月如。郑月如将他们各打了30大板，罢免了爹爹的职务，查封了娘亲的店铺。朝臣觉得不妥，他特意上朝，在文武百官前落泪。废妃跋扈，日日在哀家饮食中下毒，险些丧命。若无奴家撑腰，他何来的钱财与毒药？百官叹息，此事便糊里糊涂的过去。后来老是在朝臣专权独行，引起党争，被人抓住罪证，以贪腐之名抄家。郑月如干脆将爹爹当作老师的党羽，一并抄家发配。再后来，他们还活着吗？会不会被人害死？我完全不知。几年后，一个深夜，腹内监的徒弟含泪交给我2缕头发，说他们死了，这是他们身上唯一留下来的东西。我吐了血，他懊悔不该告诉我，我含泪感谢他，他应该告诉我的。就像一颗投入悬崖的石头，从前我不知石头有没有落地，日日忧心。如今我听到石头的响声，虽很哀疼，但我的心终于不用再分成3半，终于可以专心的只忧心儿子了。那2缕头发是我的念头，陪我到死。死前，我费力的将自己的头发和那2缕头发缠绕在一起，我想还差1缕，
要是能和儿子的头发也缠在一起就好了。黄泉路上说不定还能再见一面。我没到地府，但重回了人间，我们还能再相见。我泪流满面，爹娘慌了神。我的心好疼。娘亲流了泪，你哭就像在挖娘的心。郑家跋扈不是一日两日，爹爹定会联合御史一同弹劾郑家。外界风波不断，我睡了一天一夜，醒来对食物渴求，好饿啊，什么都好吃。我像一只恶兽，吞咽着食物，令人惶恐。上一世的苦难刻痕在肠胃里、骨头里，容不得我。原以为重生就是一片重新活过路。次日，赵瑜来见我，他被皇后责罚，但他跑了，不但跑了，还将皇后身边郑家送来的那个嬷嬷一剑毙命。那个嬷嬷总是时刻提醒着皇后，她是郑家的女儿，郑家好，她才能好。上一世，赵瑜恨极了她，可她是皇后的亲来信嬷嬷，赵瑜被孝道困住，根本无法动她。今生她变了，已不是那个真的相信仁义礼智来信的乖孩子了。他变得狠毒，杀人的事实在突兀。皇后惊愕，都顾不上派人来抓他，反而急忙命人压下消息，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太子忽地行凶。他像个浪荡公子一样，留了个麻烦给皇后。皇后又气又恨，却不敢将他如何了。这大概就是乖孩子的哀疼，太懂事反而被轻视，惹了乱子。收拾残局的人因为付出太多，反而将不听命的那个放在了心里，越付出越关注越上心。可是对乖的那个来说，公道吗？宫里一片混乱，赵瑜趁机跑了出来，他看着我慢慢靠近，将我用力抱住，仿佛要将我揉进他的身体里。他的身体滚热，眼泪发烫，驱散了一点荒宫的寒意。真真，我好念你，你也回来了吗？对吗？语调发颤，真切又炽热。若在上一世，我会为他难过，为他疼惜，可如今我只是用力推开他，冷声开口：殿下，请自持。他死时27岁，我死时45岁。45岁的宋玉珍也不会陪着一个男人一起哭了。你恨我？他眼眸微红，透着哀疼。是，我恨他，恨他又疼惜他，最后是疼惜自己。冷宫20年，再浓烈的爱也稀释成薄薄的雾，散落在时光的长河里。我幻想过与他重逢时会怎样。30岁时，我想我会抱着他大哭。40岁时，我已很久没有想起他了。他是一个很远很远的人，是记忆里偶尔被靠近到就会避开的，不再要紧的人。我恨他，我独自一人熬过了荒宫岁月，他的情谊已是不值一提了，只有恨撑住了我的重生。赵瑜终于平静下来，我们在庭中对坐饮茶。他问我们的孩子怎样了？我平静说起，景儿10岁就被关进荒原，郑月如将她改名为妻。初入荒宫，没人敢理我，是在荒宫很多年后，郑月如已不太关注我，我才能求父内监的徒弟小路子帮我打听一些景儿的消息。他身边只跟着一个乳母，两人彼此依靠，他们自己种菜种粮，勉强果腹，一条被褥盖了很多年，鞋子是自己学着纳的。乳母死后，他独自一人生活。再后来，我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。储君娶了皇后，整顿后宫，严禁宫内外联络。小路子再也不能打听到他的消息。赵瑜双手紧紧攥紧，他眼眸发红，压着惊人的恨火。他问：那你呢？你又是怎么过来的？他的声音压着惶恐，大概他能想到我是怎么过来的，可他不敢来信，不问怕辜负深情，问了又怕只剩哀疼。郑太后告诉我，我活一日，我的锦儿便能活一日。我就是这样活了整整的20年。中间其实有过几次病，得快要死了，是靠着意志撑过来的。连守门护卫都觉得这是奇迹，对我从憎恶变成敬怕，有时会偷偷从缝隙里塞一点吃的给我。男女情分在母爱面前算什么呢？算他给了我一个好孩子。赵瑜低声喃喃：我知道了，我都知道。他站起身，轻轻走向我，走到我身边，却又停下。爱是求也不是，怨也不是，一滴泪砸在我脚下，绽出极大的花。真真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他仓皇离开，落魄仓皇一如当年。我目送他身影远去，泪水忽地涌上眼眶。恨他吗？恨的吧。爱他吗？爱过。45岁的宋玉珍重新获得了15岁的身体。可日升月落，四季轮转，风花雪月总会再来。可我的少年心气永不会再来了。我无法再十分干净的去爱一个人，恨一个人。我只会爱恨交织，既盼他好，又盼他疼，扯不断，理还乱。没多久，傅内监派了他的徒弟小路子来跟我传话。如今的小路子只是个10岁的孩子，机灵聪慧，口齿伶俐。我赏了他糕点吃，他活灵活现地跟我讲，赵瑜从我家出去后，径直去了郑将军府。他闯入后院，扣住郑月如的脖子，差点将她亲手掐死。彼时，郑月如刚刚被先救回来，她身体发麻，眩晕作呕，什么都弄不清发生了什么，就被扣住了脖子。她拼命挣扎，恐惧地发现他的太子哥哥是真的想要亲手掐死他。赵瑜被人拉开，依旧想扑过去亲手掐死郑月如，众人死死拉住他，又不敢伤了他，就这样僵住着。郑月如被掐得昏死过去，又被还没走的太医扎针线救了回来。他喉咙受伤，猛烈的咳嗽，咳嗽的空隙，他余光看到赵瑜眼中惊人的恨火。他嘶哑着嗓音对急忙赶来的郑母道：娘，太子哥哥要杀我，他是真的想杀我。郑母怒斥太子：殿下究竟想做什么？别忘了皇后姓郑，
你身上流着一半郑家的血，你怎能如此对待你表妹？殿下莫不是真被宋玉珍的妖女迷了心窍？若果真如此，我郑家也不是好拿捏的。赵瑜连连冷笑，我为身体里流郑家的血而作呕，非要郑月如做太子妃是吧？好啊，大婚夜我会亲手掐死你，看到时候谁能先救你。你现在就进宫告诉母后，你要嫁给我，走啊！他上前去拉郑月如，郑月如恐惧，惊叫着躲避。剧烈的惶恐之下，他忽地口中冒沫，翻着白眼，浑身抽动起来。郑家一片混乱，郑母哭着央求太医先救人。赵瑜哈哈大笑着离去，他疯了。很多人私下议论，皇后拼命压下消息，她压制住郑家，让他们不要再生事端。郑父不悦，郑母不甘心，可皇后只有这一个儿子。可我想，早该把桌子掀翻的。上一世为什么就不掀呢？皇后宣我入宫，我整整20年没有离开过皇宫。再入后宫，只觉一切都很茫然，又记忆翻涌，觉得一切都熟悉的刺眼。我跟着宫女进入皇后宫殿，皇后看向我，可我已不怕她，甚至觉得她疼惜。这个被蒙蔽的女人，她疼惜又可叹。皇后被我眸中的怜悯激怒，她狠狠将一卷折子砸向我脸上，我伸手一挡，折子被击中，落在地上慢慢展开。上郑将军，有成10宗罪数，才10宗罪啊，有点少了呢。放肆，跪下！2个嬷嬷立刻将我摁倒，跪下。我看着那折子，第1宗罪，操控太子，意图谋逆，这罪过不轻。赵瑜一上来就弄了个大的，我有一点满意。皇后慢慢走了下来，高高在上的看着我，打嘴！我噗的笑出声。贱人，你竟然敢笑！皇后身边的大宫女怒斥我，我抬眸，脸上是浅浅笑意。实在太好笑了，亲眼看到一个亲娘将自己的儿子越推越远，怎么能不觉得可笑呢？实在太好笑了！嬷嬷要动手扇我，皇后喝止。本宫为何会将自己的儿子越推越远？你若说不出来，本宫会将你赐死。他大概是惶恐吧。短短几日，赵瑜大变样。嬷嬷放开我，我平静地问皇后：娘娘，若有一日太子殿下与郑月如一同落水，您只能先救一个，您会先救谁呢？荒唐，竟敢拿这种问题来问皇后娘娘！皇后抬手拦住，本宫自然会先救太子。我冷笑出声：不，娘娘，您会先救郑月如。荒唐，谁教你如此说话？皇后震惊，可我一点也不怕。我慢慢站起来，抬眼直视着皇后。皇后娘娘，您会先救郑月如，因为郑家是您的命啊！您原以为是我让太子发疯，错了，是您啊！您是他的亲娘，却从来不向着他。他不是您的儿子，只是您满足私欲的棋子。他是郑家荣华富贵的仪仗。郑月如骄横跋扈、自私恶毒、锱铢必较。您若真的爱自己的儿子，怎会选这样一个女子够格他？他难道不值得更好的女子吗？他不够格拥有一段好婚事吗？您能为了郑家的荣华葬送他的幸福，还敢说若他落水，您会先救他？不，您只会先救郑月如。一个亲娘对孩子最大的恶物，便是一边嘴上说着爱他，一边往他的心上捅刀，让他分不清他的亲娘到底爱他还是恨他，让他活在撕扯中，一生不得喘息。皇后娘娘，您是个说谎的人，您骗太子，骗世人，骗自己，您不够格坐在后位上。我满怀恶意，恨火涌出的突兀，连自己都惊愕。皇后身边的嬷嬷重重扇了我一巴掌，我再次只觉得耳朵嗡鸣，以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，我只能看到，却听不到他们说了什么。我看到赵瑜领了护卫进来，他持剑一剑砍掉了那嬷嬷的胳膊。皇后恐惧的惊叫，赵瑜满脸鲜血，如地狱修罗，一步一步靠近他，看着皇后一步步倒退，跌倒落泪。他只是没有半分动容的看着，像看一个陌生的人。他生命的最后日子，其实将我做了打算。他封我们的锦儿为王，让他去往封地。他打算我出宫和锦儿一起生活，可我们都被郑将军的人拦了回来。一个没有真的权柄的皇帝，他的画像笼中鸟鸣，无人理会呢。他死时逼太子立誓，将我们合葬。太子发了誓，可转眼就忘了。他是流着泪咽下最后一口气息的。断气前，他叫的最后一个字是娘。很奇怪，他明明恨着太后，可最后还是会叫娘。我的锦儿呢？他被喂下毒酒的时候，会不会也在叫娘？赵宇走到我跟前，伸手抚上我的脸，他眼眸发红，压着疼惜。25岁的他，正是他还爱着我的时候。他的疼惜真切又强烈，可我只有畅快，一种大仇终于报了一点的畅快。我和他终究都变了，他变成了一个将礼义德行读进狗肚子去的荒唐，而我变成了一个尖刻狠辣的恶妇。我们都变成了曾经最厌恶的人。走出宫外，长长的宫道内，他要拉我的手，而巧的是，我下意识避开了，仿佛知道他会伸手，所以提前避开。他怔住，我沉默。很多年前，我们从逝去的太后宫中出来，自然而然地伸出手，牵住彼此，汲取对方身上的暖意。终究不一样了，时光在我与他之间砌了一道横着整整20年的高墙。他满身落寞，眼角含泪，
我们最后没有合葬，对不对？我点点头，说不出一个字。是我对不住你。自识身份以来，他一直在对我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我的心像在热油里煎熬，却始终没办法说出那句不怪你。皇宫的日子太难过了，母子分离太疼了，落在身上的病苦反而是最无关紧要的苦。我已失去爱人的能力，心里压着深重的恨，无法在心里腾出一个地方容纳爱意。我们一路无话，他沉默地送我出宫，我沉默地离开，没有道别。太子带人杀入皇后宫中，将我抢走，震动朝堂。众臣不明白，那个手里的太子怎么就不见了呢？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弹劾赵宇，只能将过错怪在我头上，说我祸水红颜，误国妖女。我慢悠悠地起床梳妆，听着丫鬟说着关于我的传言。我想，终于将妖女这个事情做定了，不然白担了一世污名。妖就妖吧，胡人理会呢？那些嘴上仁义的人，背地里又有几个真的干净呢？相信小人的话，就是将自己送上了小人大好的刑架。我已上过一次当，再不会上当了。父亲被免去上朝的资格，赋闲家中。亲娘的铺子被郑家压制，一如上一世。皇帝斥责太子禁闭皇后，郑将军联合御史弹劾太子，意图废掉太子。我请父亲去找老师，请他站出来护住赵宇。老师原本就有这样的打算，他亲自教导了10几年的皇储，自然不肯轻易放弃。只是他还缺乏一些可用的借口，我给他送上了借口。郑将军管理兵务，可沿海倭寇70余人登岸后，如入空城，杀伤百姓4000余人。而当时坐镇在沿海的有20万大军，重死的那波人被叫做敢死队，会得到丰厚的辅银。而郑将军得了功劳，又显示了自己的用处，用来压制文官。他们彼此就这样默契的互相欺瞒着，受苦的只有百姓。上一世这件事情也被爆了出来，但已是很多年后。郑月如以太后的名义下了自罪诏，又降了郑将军的职务，欺瞒了过去。彼时众人忧心的是废了郑将军，再无可用的将领统兵。可后来郑将军老了，老师亲自举荐了一个7姓小将，短短几年就扫平沿海倭寇，立了威名，这成了老师的功绩。我不过是将郑将军的罪证和7姓小将提前送到老师手中。忙完这件事，我又请求入宫向皇后娘娘请罪，宫人并没有拦我。如今人人都知我是太子心上人，太子为了我违逆皇后，背叛外家，差点杀死表妹。我终于尝到了一点狐假虎威的好处，比上一世小心翼翼谨守规矩得来的便利与体面多了。我入宫见到皇后，短短10日，她憔悴很多。皇后娘娘，郑家弹劾太子不仁不孝，联合御史要废掉太子，该到您选择的时候了。您真的会先救太子吗？皇后脸上失神片刻。你胡说，郑家怎会？郑月如重病，太子又率先弹劾郑将军。郑将军是什么善终吗？他只是太子的舅舅，在自家女儿、自家利益面前，选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错？若太子不能护佑郑家，将他除掉，选一个听令的皇子，这才是人之常情。反而皇后娘娘所做，绝非人之常情。皇后闭了闭眸，再睁眼。你恨郑家，你想毁了郑家，为什么？郑家究竟哪里是我对不住你？你与郑家在选妃宴前毫无冲突，你与鱼儿也并不相熟，你们如今为何会站在一边？为何？他很聪明，我看着他，喉头像是堵了一团棉絮，无法出声。和他说什么呢？说上一世，说仇恨，说我的苦，他的疼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说话的，劝服一个人太难了，自证太蠢了。我轻轻吸了一口气。皇后娘娘，前朝有一位女皇，她杀子夺位，重用外家亲戚，甚至动过将皇位传给侄儿的念头。可有一位大臣对她说，立儿子为储君，千秋万岁后，作为亲娘，她可以入宗庙受供奉，可立侄子为帝，从未听说过在宗庙里供奉姑姑的。皇后娘娘，证明您爱太子殿下的时候到了。您做了选择后，我想无论是怎样的结果，太子都不会怨你。您选郑家，在他意料之中；您选他，反而是意外之喜。只愿您心口合一，坦坦荡荡。我转身离去，背脊挺直，真像一个骄横跋扈的妖妃。我听到背后皇后宫中瓷器摔碎的声音，还听到其中夹杂的愤怒与哭声。重生是难得的机会，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牢牢抓住。我只愿不辜负这一世，活得痛快，再不被名声所累，哪怕摔得粉身碎骨。3日后，郑皇后在那些大臣吵得最激烈的时候，递上了郑家贪腐军饷，导致退伍士兵无钱归家，只能落草为寇，再被大军清剿的罪证。他递完罪证，自愧没有颜面见君，披发覆面，一身素衣跪在地上，自请废去后位，退居皇宫。皇帝震怒，老师乘胜追击，郑将军被废，郑家被查封。而我在郑将军府外看着，看到锦衣卫凶猛地冲进去，将郑家人一个个带上枷锁捉出来。男人在嘶吼，女人在哭号，仆从们四处逃散，纷纷急着撇清干系。我看到郑月如被拉扯出来，摔在地上，她趴在地上，半天回不过神来，喘息几口，便对拉她的士兵狠狠瞪着，厉声斥骂。我塞了一些钱给看门的人，慢慢走了进去，在落魄的郑月如面前停下，高高在上的看着她。这一世，她是真的病了。
夹竹桃的毒素折磨着他的身体，太医的药没能清干净他体内的毒素。郑家和赵瑜的矛盾让他忧心又困惑，怨恨且不甘心，种种情绪折磨着他，让他短短10日就瘦了很多。他看见我，立刻挣扎着爬起来。他是骄傲的，绝不肯在仇人跟前示弱。贱人！我伸出手，狠狠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我的手指特意弯曲，指甲划破了他的耳朵，在脸上拉出长长的血痕。他惊叫出声，跌坐在地，手掌捂着脸上，难以置信。我像一个不知疼的木头人，只一下下地发泄着情绪。往事如走马灯一般从我脑海闪过，我想到了与锦儿的母子分离，她哭得撕心裂肺的哭声犹在耳边。被郑月如打了一巴掌后，忍泪倔强不敢言的模样。我想到了爹娘的那2缕头发，爹爹的157根，娘亲的132根。我想到的都是苦难，美好的东西我已很久很久都记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春天的花，夏天的湖，秋天的叶，只有冬天的冷和荒宫的寒纠缠在一起，侵入我的5脏6腑，蜷起来都找不到一点暖。有人从背后将我紧紧抱住，滚热的眼泪落入我脖子。我听到赵瑜发颤的声音：“别再打了，手都打烂了，有戒尺，怎么不用戒尺打呢？”赵瑜，我好疼啊！泪像从心底涌出来，仇恨散去了一些，我得到了一些喘息，终于可以空出一小块地方，让春天落进去。接下来，太阳会住进去，暖风会住进去，花香会住进去，世间一切的美好都会住进去。会有重新活过的吧？会吧。郑家被抄，皇帝其实动过废掉太子的念头。此时赵瑜送上了老师，他指出老师薪俸明明不多，可是他家中修缮宅院便耗费3万两，而他老家有一所同样的宅邸，也耗费如此钱财，钱从何来？老师有3个儿子，2个中进士，2个入翰林，而当时的主考官都是老师的弟子，其中可有舞弊。有了赵瑜带头，老师的敌对党羽纷纷跳了出来附和，短短10日弹劾了老师40宗罪。上一世专权独行的老师，今生很早就得到了自己的清算。人人都觉得太子疯了，他不再乖巧、温和、端方，他变得让人惶恐。皇帝命人详查老师的案子，可也对这个儿子感到心绪复杂。他仿佛感受到了自己的衰老，儿子的锋利。可一个清早，他沉默无息地死在了床榻上，死前举着一只手，似乎想抓住些什么。皇帝比上一世崩逝的早，赵瑜顺利登基，接手老师的案子，给此案定了案。老师的财产被抄，为全家发配。老师死在路上，死前留下绝笔，一边殷殷叮嘱赵瑜保重龙体，一边解释自己的苦心。他大概原以为赵瑜会动容吧，其实上一世赵瑜就看过这封绝笔。彼时他还是心软的人，无数个夜晚，他想起老师的教导，都会辗转难眠。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他免去过老师2个儿子的过错，还给了他们一部分家业，让他们去过自己的日子。可今生他只是将来信烧了，就出宫来找我，而我不在家中，在别院。我买下了将被发卖的郑月如和郑母，将郑月如关在地牢暗室，将她的亲娘关在一片荒原之中。我命人日日用戒尺打嘴郑月如，我告诉他，他活1日，他的亲娘便活1日，他死，他的亲娘就死。毒妇，你还算不算是人？你竟想出这样的法子，你不会有好下场，你是禽兽！原来他也知道这是禽兽做法，可上一世他偏偏就这样做了，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好待着吧，我会去寺里为你祈愿的。祈祷他想起来上一世，让我的仇恨有一个真正切切的去处。至于他的亲娘，我会给他一些种子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种出来多少粮食，他和他的女儿就能吃到多少粮食。若他种不出来，那就都饿死吧。郑母破口大骂我毒妇，我禁不住再次笑出声。若这样的话，当毒妇可真不错啊，我愿当毒妇。走出荒原，赵瑜在门外安静地望着我。与上一世不同，今生的他有了与文臣将领周旋的能力。他像一把出鞘的利剑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锋芒。他想和我说说话。我们坐在长满青草的坡地上，看落日点点沉下去。他告诉我，先帝死前曾经写了一封废掉太子的诏令，只是没有加盖玉玺，大概是还在犹豫吧。先帝夜里难眠，猛然从梦中惊醒，心病发作，伸着手想要叫人，却被帷幔遮住，没有人看到，他就那样咽了气。而赵瑜进入先帝寝殿第一件事，不是去看先帝，而是去收起那份诏令，将它付之一炬。他变成了他曾经绝不敢想象的样子。人总是得到了一些，再失去一些，就像人不能同时拥有童年的快乐和清醒的思想。有些人很幸福，但不一定快乐，那是2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我放纵自己，将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放任自己最后一次靠近到他。这一刻，我很幸福，可是却并不快乐，只有大难之后的惆怅与夜晚的寒凉一起爬满心头。殿下，我要离开京城了。不留下来吗？不了，我在冷宫20年，对这里已没有留恋了。我想去走走看看。我呢？锦儿呢？你不思念锦儿吗？锦儿，我眼泪掉了下来。他若想来，会入梦给我；他若不入梦，便是不想来。一切随缘吧。至于你，殿下保重。45岁的宋玉珍不会再爱上25岁的赵宇，除非有一天他能找回那个未曾被命运折磨的宋玉珍。后来
我行遍了山河万里，看过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，秋水共长天。我每到一处，就去一座寺庙、道院拜拜，再将求来的平安符送回京，贴在郑月如地牢的门上。后来的某一天，京城来信，说郑月如忽地疯疯傻傻，又哭又笑地说疯话。他说这是报应，一切都是报应。他想自尽，最终又硬撑了下来。而郑母已成了一个种地的能手，只为了让自己和女儿活下来。母爱真是世间最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我该为此动容的。可我总是会在她即将圆满收获的时候，拿走一部分她的粮食，只留下他们母女勉强活下来的部分。朝堂上，赵瑜杀伐果断，整顿朝政，实行新法。我每走到一处，都能感受到那种点点的改变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重生的价值，让一切都在变好，这好能够落在更多人身上。再后来，我在江南等烟雨，却等到皇帝南巡，他终于真走到江南。他手里紧紧攥着无数张平安符。他老了，两鬓有了双色，明明不过20多岁的年纪，却已像是30岁的人。他眼眸发红，嘴唇微动，近乡情怯，又满心高兴。他眸中浮起泪光，轻声告诉我：锦儿给我入梦了，她说她还愿意做我们的孩儿。而我慢慢拿出另一沓厚厚一沓的平安符。好巧，他也给我入梦了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